好吃不过家常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鹏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往韭菜里面添加适量的面粉，出锅以后居然这么好吃，既能当菜又能做主食。最关键的是做法还特别简单，我们几分钟就可以轻松搞定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呀，我们准备一小把新鲜的韭菜，先把它放在大盆里面，再添加一大勺食盐，最后再往里面再倒满清水，将韭菜给它浸泡起来。我们先用淡盐水将韭菜给它浸泡个10分钟备用。浸泡10分钟以后，我们再下手把它清洗一下，将韭菜给它清洗干净。韭菜是我们传统的蔬菜，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。我们在挑选韭菜的时候，要尽量的选择本地的这种小颗一点的韭菜。这种韭菜它的韭菜香味更加浓郁，吃起来也更加的香。我们将韭菜认真的清洗过一遍之后，接着控水捞出来，要再重新的往里面再添加大量的清水，再继续的把它清洗一遍。我们要尽量的给它多清洗几遍，把韭菜里面的脏东西和杂质彻底的清理出来。把韭菜彻底清洗干净以后，将其控干水分，捞出来。下一步进行改刀处理。我们将韭菜放在板上，用刀将它改刀切成小段。我们在切的时候，要尽量的将它切得稍微细一点。我们将韭菜切好以后，就像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接着再把切好的韭菜装在大一点的碗里面，然后再往里面再添加2大勺的普通面粉，也就是我们平常做包子用的那种低筋面粉，然后再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，将其搅拌均匀，让每一颗韭菜都可以裹上一层厚厚的面粉。韭菜在切碎以后会产生些许的韭菜汁，我们用面粉将其拌一下，把里面的韭菜汁吸附进去，这样子也不会造成韭菜的营养流失。我们将韭菜和面粉给它充分的拌匀以后，接下来再往里面打入4个正经的母鸡蛋，然后再继续的用筷子拌一下，把鸡蛋给它拌进去，让里面的韭菜和鸡蛋、面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搅拌均匀之后，下面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少许的五香粉。调味以后，再继续的用筷子搅拌几下，把调料给它搅拌均匀。最后我们将其搅拌成视频中这样子比较粘稠的鸡蛋面糊就可以了。接着先放开一旁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准备一个煎锅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以后再把面糊倒进锅里面，倒进来以后，我们先用铲子给它整理平整，给它摊开摊平，摊成一个大饼状。摊开以后，我们在上面再撒上少许的白芝麻，增加香味。接着我们再扣上一个盖子，给它慢慢的烙一下，扣上盖子，这样子更加方便饼皮内部的成熟。在煎制过程中，我们可以轻轻的晃动一下铁锅，让饼皮可以在锅里面自由的滑动，使其均匀的受热。另外，因为炉灶的火候它是比较居中的，这样子饼皮的四周比较难接触到底火，可以像我这样子移动一下饼皮的受热位置，让饼皮的每个部位都可以均匀的接触到底火，从而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拍摄视频不易，阿庞每天给大家分享各种不一样的家常美食。如果我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就对着屏幕帮阿庞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您。我们开小火给它慢慢的进行煎制，
大概煎制个2分钟左右，把底部煎至金黄焦香。接着再用锅铲把它翻个面，把另外的一面也煎制一下。翻面以后，我们还是采用同样的方法，不停地变换一下受热的位置，让饼皮可以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翻面以后，我们再继续的小火慢煎，大概2分钟以后，这时候的饼皮基本是成熟的了。最后小火慢煎至两面金黄焦香，我们就可以出锅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一股韭菜鸡蛋饼的香味扑鼻而来。最后再用菜刀给它分切一下，把它分切成小块。切好以后，我们将其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就这样，一份香喷喷的韭菜鸡蛋饼就这样子做好了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韭菜鸡蛋饼，吃起来不油不腻，特别的好吃，既能当菜也能当主食。如果您也喜欢的，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可以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